娘，这是借你的2000两银子，这是给你的利息，这个是给你的分红。干嘛还要给我分红啊？以后但凡我挣了钱，我都给你分红。为什么？你是我娘啊，我孝敬你是应该的。可我不是你亲娘。你是吴聘的亲娘，那就是我的亲娘。怎么啦，娘？这么重，你真是我来拿。这些钱，你收着。这些东西呢，还值点钱，是当还是卖，你看着办。以后你想做什么生意就去做，我就把家给你看好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把这些银子给亏了。我相信你，收起来，啊，放好，收起来。娘，你快过生日了，我想给你好好操办一场。哦，不用。虽然说今年你挣了点钱，但往后要花钱的地方更多，我能省几个算几个。不，这生日一定得办，而且要大办。哎，先收着，收着啊！来，把钱收好，把钱收好。少奶奶，二老爷来了。娘，二叔来了。大嫂啊，我们全家来给你祝寿了。二叔、二婶儿，哎，周莹，大嫂，今天啊是你的大寿，我这备了点薄礼，敬请笑纳。谢谢，谢谢。二叔，大哥怎么没来？啊，马上要考举了，他是一刻也不敢耽误啊。大哥这次啊，一定能够高中。但愿吧。一妹妹，嫂子，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你身体可好了？都没事了。二婶儿，哟，这是玉胜吧？是啊，都长这么高了。是啊，比给吴聘抵笑盆那会儿长得高了一大截呢。怎么说话呢？这长得跟吴聘也是越来越像了哈。大嫂，大嫂！哎呀，大嫂！吴家老四魏全率全家前来贺寿，祝大嫂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！有几个孩子过来，快给大奶奶拜寿。看看怎么样？哎，辛请了一串。哎呀，好，漂亮。祝大奶奶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乖乖，起来，起来。真会说话。起来，起来。哎呦，这，你看看，哎，大奶奶赏的，拿去买糖吃。谢谢大奶奶。来，给。
这是玉成吧？是。奶奶给你，真懂事儿。乖，100两银子。嫂子，给玉成收着。谢谢他二婶。乖啊。嫂子，让我抱抱行吗？大嫂啊，你看，你给这么多，会把孩子们惯坏的。大嫂，这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这都是周莹给准备的，你们就收下呀。快，谢谢二婶，快谢谢二婶，谢谢二婶。也没什么，就是今年挣了点钱，大伙儿一起高兴高兴。我要去看戏，去吧。玩2、3、4，去，去吧。哎呀，周莹啊，哎呀，四叔，这真是喜庆啊！感觉吴家以前的热闹又回来了。四叔，你说对了，我不仅要把吴家从前的热闹找回来，还要把吴家从前的荣光也找回来。好，有志气。不过，光靠我一个人也难办。今天借着我娘的寿辰，把2位叔叔请到这儿，也是因为有件大事儿要跟2位叔叔商量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们坐下说吧。先坐吧。是这样的，我今年做棉花生意，虽说是挣了点钱，但是和武汉的布老板比起来，那是小巫见大巫。人家低价收购我们关中的棉花，运到武汉加工成府布，再高价卖回陕西，再从泾阳转运到边关。这一来一去，我们只赚了30%，而人家却赚了70%。周莹啊，你说的没错，我是做土布生意的，我亲眼看见，这棉花运到武汉变成布，再回来，这价格就翻了几番。四叔，你是开手工织布坊的，你最清楚。其实咱们陕西的土布也不差，可为什么就卖不过府布呢？那是因为我们的产量小啊。是啊，没错。哎，这家盛件棉花织几匹，那家也有件棉花也织几匹，这既没规模也没名气，人家客商自然就不认。周莹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？果然瞒不过二叔，哎，先喝一个。是这样的，确实是有个想法。你看啊，我手上有棉花，四叔，你有手工织布坊，二叔你有布庄。其实我们3家可以合股，成立一个吴氏布业。哎，我的棉花直接送到四叔的手工织布坊，织成布之后，再送到二叔的布庄去卖。我算过一个账，如果我们3家合为一体，自产自销，我们1年能产6万匹布，不仅收入比现在提高2倍不止，而且有了规模就有了名气。等我们再把陕西土布的名气做出来，还可以去挤占府布的市场，那利润就更可观了。2位叔叔，你们觉得我这提议怎么样？大哥在世的时候，最多也是几家拿出一点银子，开个典当行。你这却要我们3院把主要的家业拿出来合股，这事儿太大了，我这心里啊，还真没底。老四啊，你说呢？周英啊，
我这人说话直，你也别介意。哦，没事没事，四叔，你有什么直说。这母鸡司晨，它不是吉兆啊。这东院没了人，你做了大当家的，那是被逼无奈，我也不说什么。但是，你要把我们中院经营了几十年的作坊，也交给你，这恐怕使不得。哎呀，今天最开心的就这几个孩子啊！啊，我们到了，告辞了。四叔，四婶，走好。哎，好，老四啊，再见啊，二哥，告辞了。哎，路上小心啊。哎。周英啊，今天的戏喜欢吗？喜欢。我觉得挺有意思。二叔啊，你做了这么多年的布庄生意，你觉得我今天的提议有道理吗？你说的这些，说实话，我还真没想过。但听你说完之后，我也想了，觉得挺有道理。既然二叔认可，能不能帮我劝劝四叔啊？老四这个人啊，比谁都犟。大哥在的时候，还能劝他两句。我觉得我没这个本事。那如果四叔一定不加入，就我们两家，你干吗？周英啊，大哥走了之后，这东院就靠你一个人撑着，起色也不错。昨天我跟你二婶还说呢，你呀，的确是个有才干的人，这东院只怕还会往上走啊。谢谢二叔认可啊。但你的才干究竟能走到哪儿，我这心里也没底。这样吧，如果你能说服老四，那我就跟你合股成立武士布业。如果中院不参加，那我们西院也不加入。你看这样行吗？行。你刚才就不应该那么快拒绝周玲。怎么了？你看看刚才人家给那娃几个赏钱，一出手就是100两，比大哥当年可阔气多了。有钱又怎么了？啊？哎呦，你想啊，这么短的时间，人家就挣了大钱了，这说明啥呀？说明人家有本事。咱要和人家一起干，咱说不定也能挣上大钱呢。你呀，头发长见识短。哎，你这老子，这咋叫头长见识短呢？当啷啷啷啷啷哩个楞个楞，驸马讲话无道理，听我把话说来理。自古皇家有纲纪，哪有为君拜臣的？休怪你气，取笑你捏半死母牛放马的。好恼，马声招议太无礼。爹，什么事儿？有件事情非得要你出马。老将吃马，一个顶了俩。扛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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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什么事儿啊？
无量寿府，请问北极宫怎么走啊？北极宫啊，从这儿往南3里。哦，这边。多谢。无量寿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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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量寿府。站住！大人，问路就问路呗，你这挤眉弄眼是啥意思？我吓着你了？不是，对不住，对不住啊！恕贫道修炼不够，对不住。道长，你到底想说啥呀？我这不能说。不行，道长，今天你必须说，你必须说啊！这个无量寿府，那我就只能跟他说了。哎呀，先生，哎呀，贫道。只能说了，贫道劝你回家去，从今往后能不出门就不要出门了。为啥呀？天机可知不可泄，恕贫道不能再多说一句了。哎呀，无量寿府，哎呦，无量寿府，无量寿府。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故弄玄虚，故弄玄虚。啊！哎呀！哎！中什么邪了？让不让人走路了？这个，真倒霉！哎，嗯。